北约东扩成了过去式，日本地道太快，野心膨胀，留给中国的选择也不多，同样只有两个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。北约东扩是俄乌冲突的导火索，但是随着冲突的持续，北约东扩就已经成了过去式。现在的北约野心更加膨胀，又有了新的目标，一点点的向东扩，已经难以满足北约日益膨胀的野心。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，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，北约东扩就已经达到了极限。也正是到了这个时候，北约的口号变了，要将势力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军事联盟。而在北约彻底表露野心后，日本地刀很快，立马给了北约一个实现全球化野心的机会。日本方面透露，北约将会在东亚拥有首个办事处，这是日本正在跟北约探讨的事儿，而这件事儿也基本上已经算是板上钉钉。北约在东亚的首个据点将会在2024年之前设立。日本一直在加强与北约的合作，有引狼入室的动机和苗头，本身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。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料到日本会这么疯狂。东欧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，挑起这场战火的罪魁祸首已经要被日本邀请进门了。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，北约要东扩，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军事组织。这个计划已经开始执行了，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。这样一个战争贩子就要来了，对俄罗斯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极为不妙的消息。北约已经在西边堵住了俄罗斯，如今北约的据点又要出现在东亚，等于要打造一个包围圈，彻底将俄罗斯围堵起来。现在北约还只是设立一个据点，本来大家的普遍判断是美国将打造一个亚洲版的小北约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有可能会直接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拓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同盟，而且这两种思路并不互相排斥，也可能会同时推进。日本对北约毫不掩饰的热情，显然是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在铺路，希望能够像芬兰和瑞典一样，在北约做出这个决定后，第一时间加入北约。这也就意味着北约现在已经不只是俄罗斯的敌人，一只脚踏进东亚的北约已经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现实威胁。如今北约已经开始行动起来，日本在加速军事化的同时，配合北约的扩张计划，等于是告诉中国，留给中国的选择不多，只有两个。一个是主动出拳，警告北约不要把主意打到中国上，用实际行动给北约泼一盆冷水，阻止北约扩张到东亚的计划。另一个就是被动的等待着威胁的到来，一个罪行累累的西方军事联盟出现在东亚的那一刻，战争的种子就已经在东亚播下了。俄乌冲突是北约东扩的结果，东亚的军事对抗最终引发地区冲突，也是北约全球化到东亚后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。但是我们也不必过度惊慌，毕竟北约的绝大多数成员国所关心的还是欧洲自身的安全。美国想说服他们成为自己印太战略的马前卒，恐怕也很难如愿。也许英国等个别国家确实会自不量力，跃跃欲试，主动往前冲，但是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也就只是跟着喊喊，并没有实际参与的动力和能力。好的，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。